Oh, there we go, there we go. Oh, wow. Oh. 哇了个擦了！一头硕大的蓝鲸四仰八叉的搁浅在海滩上。由于蓝鲸体型庞大，很快就吸引了很多吃瓜群众过来围观。群众决定对蓝鲸实施救援，但是由于条件限制，当地也只有丧彪曾经在蓝翔留过学。丧彪当时也只学过挖掘机，对这个推土机也是第一次操作。但是为了救援蓝鲸，丧彪也只能硬着头皮上。蓝鲸的身体比较柔软，在救援的过程中，如果稍有操作不当，很有可能造成蓝鲸当场饮窜西北。也不知道蓝鲸搁浅多久了，如果把它送回海里，它还能不能活下去也是一个问题，但总得试一试。丧彪推完了身体，现在要把头部也推过去，这种方式很有可能已经对蓝鲸造成了2次伤害。虽然丧彪操作的还是很小心，但是依然让蓝鲸受了伤，一股鲜血喷涌而出，瞬间让周围的海水也被染了色，而且蓝鲸的鱼鳍好像也被折断了，这下芭比 Q 了。但是如果不把它推回海里，它100%就得交代在这里。如果推进海里，说不定还有生还的可能性。就为了那么一点点的可能性，丧彪也要冒着把蓝鲸推死的风险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蓝鲸往海里推去。丧彪把油门踩到底，连鲸带鲨一起直接推了过去，蓝鲸又被翻了一个盖。但是看蓝鲸这瘫软的身体，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那一定就猜对了。蓝鲸已经领了盒饭，随着丧彪的再一次输出，蓝鲸仿佛被推散了架，大嘴巴都差点迈出了国界。看来现在已经不用救援了，就算推进海里，那也只是喂鱼。但是两脚兽这一次是真的尽力了，虽然没有救援成功，但我们还是给丧彪点一个大大的赞吧。毕竟现在像这样充满爱心还会开挖机的人已经不多了。哇了个擦了！大草原也是一个大染缸，想要学好很不容易，但是想要学坏，那也只是分分钟的事情。一向憨厚老实的牛老二也学会了享受泡澡，对于他来说也是家常便饭。但是能在泡完澡以后加重服务的，也只有牛老二才能干出来。就算是草原装逼佬油猪鹏鹏玩的那些花样，在牛老二面前也是不值一提。牛老二点的这个鸟技师又叫幼鸟，但是幼鸟提供的是纯绿色服务，所有的幼鸟它不是鸡。牛老二一边嚼着槟榔，一边享受幼鸟的服务。幼鸟主打的就是服务牛老二的蹊跷。由于幼鸟的嘴法很独到，服务的角度很刁钻，这给牛老二都整得有点遭不住了。牛老二经过短暂的颤抖以后，他示意幼鸟继续不要停，于是幼鸟又换到牛老二右边。不得不说，牛老二也是真特喵的会享受。清理完鼻孔里面的胶原蛋白，还要清理耳朵里面的肉松，最后还要帮牛老二打理一下这帅气的中分发型。牛老二不仅身强体壮，而且财大气粗，高矮还要加个中，他要感受双倍的快乐。现在两只幼鸟同时帮他清理鼻孔里面的胶原蛋白，再加上槟榔这上头的口感，这让牛老二真是快活如神仙。牛老二鼻孔里的胶原蛋白粘稠度极高，还可以用来做定型。其中一只幼鸟赶忙跑到牛老二的中分发型上，用它自产的胶原蛋白给牛老二顺便做个定型。不得不说，这幼鸟技师服务也是相当周到，按照服务流程处理完牛老二鼻孔里面的胶原蛋白，接下来就是帮牛老二清理耳朵里面的肉松。牛老二示意幼鸟技师他已经准备好，随时可以开工。两只幼鸟也不磨叽，一左一右随即就开始动工。牛老二这颗槟榔不知道嚼了多久，他可能自己都忘记了嘴里还嚼着槟榔。主要是幼鸟技师的服务让牛老二太上头，这特喵的还有主动来服务的，这还得强制消费的。但是牛老二并没有拒绝，又他妈不是玩不起。哇了个擦了！眼大的老表已经发现了，在草丛边上躺着两只小狮子，而此时正有一头雄狮朝这边走过来，他是来收尸的。但凉凉的小狮子并不是他的孩子，而是被他杀死的。这头雄狮刚刚经历了一场战斗，他打跑了这里原来的地主雄狮，自己当上了狮王，还把地主雄狮的儿子给囊死了。新狮王确认小狮子彻底凉了以后，他差点就笑出了猪叫声。狮子的世界很残酷，一旦狮王被打败，那么狮群里的
这小狮子就会遭殃。新的狮王是绝对不会帮老狮王养儿子的，养大了是祸害，而且把小狮子留着，狮群里的母狮就不会和自己磨钢筋。所以这些小狮子的结局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被送走。眼前这2只小狮子就是这场战斗中的牺牲品。雄狮到河沟里扒拉着小狮子的尸体，就像在查看自己的战利品一样。在这一刻，雄狮的内心里是骄傲和自豪的，这也是胜利的象征之一。没办法，就是这么残酷。雄狮提起自己的战利品，环顾着四周，他仿佛是在宣布，这片区域已经被他接管，以后自己就是这里的地主。等他找地方把小狮子的尸体处理掉以后，他就会去找狮群里的母狮，并带给他们2个消息，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坏消息就是他们的儿子被送走了，好消息就是他们又获得了一次生小狮子的机会。这真是我擦了，但是也没办法，新的狮换了个擦了。牛老二老了，骨质有点疏松，关节炎也犯了，老态龙钟的步伐已经跟不上族群。为了不拖族群的后腿，死要面子的牛老二打算找个阴凉的地方结束自己的一生。没有办法，能活到现在已经是祖上烧高香了。就在牛老二缓慢移动的时候，在阴道处剩粮的狮群发现了他。狮群看着老牛也泛起了嘀咕，这牛老二老以上能犯否？他还能不能犯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应该是可以准备开饭了。然而就在此时，牛老二也发现前方阴道处的狮群，牛老二顿时局部地区一紧，我热烈的嘛，这阴气使进去，于是扭头向族群行动的反方向走去。我擦了，这么玩的话狮群就不等了，本来打算看看情况能不能把明天的饭也搞定，看来只有今天先吃饱再说了。群返回拯救牛老二，其他狮群成员对牛群展开冲锋，狮群突然发起的冲锋会对牛群造之中。换了个擦了，一大群野猪从玉米地逃了出来。每当玉米成熟的季节，这帮祸害就会来到玉米地啃食玉米。他们的到来让农场主损失惨重。更加过分的是，这些货有时候还会常住在地里，直到农场主的收割机开到他们跟前了，他们才开始疯狂的逃窜，已经把玉米地当成自己家了，简直可以用无法无天来形容。农场主被逼无奈，只好请来当地的滴滴逮捕丧彪。丧彪在滴滴逮捕行业里摸爬滚打多年，不仅积累了很多经验，而且还拥有很前沿的捕猎设备。丧彪先用铁网围出了一片空带，然后在里面撒满那些小可爱喜欢吃的玉米。当然了，这些玉米都是被丧彪的独门秘方配置过的，它能散发出一种让野猪欲罢不能的清香。你要问这股清香到底有多香，就连丧彪有时候都忍不住想趴在地上吃上几口。准备好这些诱饵以后，丧彪还搭建了一套电力系统，它可以远程控制大铁门，同时还会给铁网传输电流，只要野猪进了铁门，就一定难逃铁网。随后，丧彪的得力助手夯坤也会打好这波辅助，他会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搭建监控系统，并全程记录。到了晚上，一群野猪被香喷喷的玉米吸引到了铁网里面。就在这群野猪大快朵颐的时候，丧彪那个老六突然远程遥控关闭了大铁门。突然的巨响把这群野猪也是吓够呛，消失的大门让他们完全懵逼。他们现在就像热锅里的蚂蚁一样，到处乱窜。此时的铁网上还有不小的电流，猪鼻子一碰上去就有一种酥麻的感觉。这群野猪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心思吃玉米了，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他们很快就会出意外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丧彪带着农场主的老婆前来收割成果，这群野猪在铁网里面彻夜难眠。当他们看见滴滴逮捕的丧彪时，野猪群瞬间集体炸锅，这下他们知道自己摊上事了。几分钟后，这群野猪全部被丧彪送走。现在全网征集不同口味的香肠配料表。换了个擦了，牛老二今天出门没看老黄历，被出门拉业务的雄狮院长逮住了。雄狮院长看牛老二印堂发黑，恐有血光之灾，这多半是咽喉炎引起的。于是雄狮院长毫不客气的就要帮牛老二治疗咽喉炎。牛老二趴着头根本不配合，雄狮院长可不会惯着谁的臭毛病，他揪住牛老二的耳朵，把他的头揪起来，随即便顺势而下，直接咬住了牛老二的咽喉。我擦了，不得不说，雄狮院长的手法是真的很老道。牛老二命运的咽喉已经被拿捏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那今天指定就要出意外了。也不知道牛老二是怎么想的，从头到尾就没有反抗过一下，估计是对生活失去了信心，生活压力太大，还不如一走了之。但是被雄狮院长诊断了一个印堂发黑，这多少让牛老二有点不服气了，毕竟自己肤色就是如此。但是现在说什么也没有卵用了，牛老二的呼吸越来越急促，心跳也加快了不少。
大白天的仿佛也能看见星星。雄狮院长也感受到了牛老二的心里的不安，于是还在牛老二的耳朵旁轻声细语道：“不用担心，这些症状都是正常表现，这是手术当中不可避免的一个过程，几分钟以后就会好的。”牛老二真是信了他的邪，他由开始的呼吸急促变成了头晕胸闷。牛老二感觉全身一阵酥麻后便瘫然倒地，看来咽喉炎引起的并发症还不少，直接危及了牛老二的生命。躺在地上的牛老二已经开始翻白眼，看来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不得不说，这牛老二是真的硬气，从头到尾他不仅没有反抗，反而一声不吭，他就想这样安静的做个美男子。他现在就哇了个擦了！调皮的河马小耳朵独自上岸玩耍，被他的师叔和师姐们给摁住了。他的家人听见他叫妈妈的声音，也赶忙过来观看。面对如此场面，也只有河马妈妈敢上前驱赶狮子。几头小母狮还是有点惧怕大河马。河马妈妈过来，并没有直接对狮子进行输出，而是去想办法让地上的小耳朵站起来。他看这两头狮子有点不愿意放手的意思，于是假装上前对狮子进行了恐吓。小耳朵也趁机把他的师叔给骂了：“什么玩意儿，连小孩都不放过！”小耳朵的两个兄弟就在远处傻站着，也不说上前来帮忙。况且这几头狮子也都是未成年，就河马这吨位加上咬合力，一旦咬住狮子头，那就是红烧狮子头。但是他们胆子太小了，或许是他们压根就没有反抗的意识，不知道什么叫反击，被一头压成年雄狮就给吓退了。他们这一退，不仅把岸上的狮子看傻了，连刚刚在大草原上找到新工作的摄影师也被惊呆了。真是白长那么大的体格子，被摁在地上的河马小耳朵已经被揍得鼻青脸肿的，两头狮子还在后面给他安排了脊椎矫正。但是他们还是担心河马妈妈突然冲过来。观察了几分钟后，发现大河马没有什么过激的举动，另外两头小河马也躲在水里不敢上岸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又有一头狮子加入了对小耳朵的抢救行列。经过他们的手术救治，小耳朵现在已经越来越严重，看来疗效很好很到位。小耳朵万万没有想到，就上岸来到兜风，竟然把自己给送走了。小耳朵已经失去反抗的能力，他只能趴在地上嗷嗷乱叫。然而他的妈妈就在后面看着眼前的一幕不知所措，这也太坑了，就跟这孩子试充电费送的一样。可怜的小耳朵被狮子给翻了个盖，随着大河马慢慢后退的脚步就知道，这小耳朵今天指定是交代了，这他马上哪说理去？无力挣扎的小耳朵也慢慢的接受了命运的安排。愿小耳朵走得安详，愿天堂没有师叔和师姐。哇了个擦了！这泥洞里突然冒出一个肉洞，居然是一条鱼。突然，一条很喜欢钻洞的黄鳝直接就钻了进去。我擦了，也不知道这条鱼噎不噎得慌，毕竟这条黄鳝个头还不小。很快，黄鳝就整个的钻进了鱼肚子。看这条鱼目前这个状态，好像非常难受。估计黄鳝进去以后还在不停的摇摆，这样下去的话，黄鳝和鱼可能会双双殒命。然而这一幕早已被我的老表夯坤看了个满眼。夯坤在当地是一个出了名的好心人，于是他决定拯救这条被黄鳝深入的鱼。他把鱼钩放入坑里，试图把黄鳝钓出来，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。于是他使出祖传的狱卒吸引法，这一招也只有我老表夯坤才会。他用狱卒扯直了绳子，经过一系列看不懂的操作以后，我们看见一个头慢慢的伸了出来。很显然，这并不是刚刚钻进去的那条，这条黄鳝和刚刚那条相比，它更大更粗，动起来应该也更有力。但是无论多么有力的黄鳝被夯坤这么捏住，那指定就是跑不了了。可怜的黄鳝被夯坤从一个洞里抓出来，又塞进了另外一个洞里。既然这不是刚刚那条黄鳝的话，就说明水坑里可能还有其他黄鳝。于是夯坤继续使用他的狱卒吸引法，还是同样的招式，同样的配方。这个动作的关键要领就是这灵活的手指，频率必须要扣到位。很快，又一条黄鳝受不了了，黄鳝差点就喷水了。这条黄鳝质量更好，比刚刚抓到的那条更大更粗更有力，连夯坤这专用的桶已经塞不进去了。虽然说黄鳝的身上有滑滑的粘液，但依旧无法从这个洞钻进去。黄鳝由于用力过猛，头部直接从洞口滑了出来。就在刚刚钻洞的过程中，黄鳝的头部已经摩擦受伤，出现了掉皮的现象。夯坤担心黄鳝有被感染的风险，于是决定换一种方式把它带回家。夯坤平时都会随身携带这种超薄款的塑料口袋，这下就派上了用场。
忘了个擦了，鹏鹏今天又出来浪了。大家都知道这货能装，但是不知道这货居然这么能装。鹏鹏到洗浴中心来玩起了吹泡泡，这真是玩得花，比癞蛤蟆玩青蛙还玩得花。鹏鹏能混成草原头号装逼犯，除了依靠迷人的外表以外，花里胡哨的装备手段也不得不让人佩服。鹏鹏依旧梳着一头帅气的大6倍发型，虽然脚下踩着恨天高，但丝毫不影响他的日式干饭姿态，前腿一跪，谁都喝不醉。鹏鹏今天是澡也不泡了，黑桃 A 也不喝了，主打就是一个玩。做猪吗？当然是开心最重要，又不是每天都能活着，毕竟能长这么大也不容易。放眼整个大草原，能像鹏鹏这样随心所欲的还真没有。牛老二泡澡的时候也最多嚼2颗冰啊。鹏鹏装备很会把握时机，每次装的时候都刚好被两脚兽拍到，你就说巧妙不巧妙？当然了，每次翻车的时候也自然会被两脚兽记录下来。鹏鹏现在也是发现了对面的两脚兽，他深深的知道今天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将被传播，毕竟自己也算是一头公众猪。虽然整个大草原没有谁不知道他的名号，但是知道他会吹泡泡这件事的人却少之又少。不过没有关系，鹏鹏抓住了机会，他在两脚兽面前疯狂的表演，明天过后就会众所周知了，到时候鹏鹏的名声会更加响亮。当然了，想吃他的掠食者也会越来越想吃他，就看不惯他这么能装的猪。但是抛开其他不谈，鹏鹏这货的味道确实不错，看他这一身的腱子肉就知道，这绝壁是按照狮子的口味长的。鹏鹏的肉质鲜美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那就是这货很会养生，很注重日常的保养。泥巴浴是鹏鹏变帅的法宝之一，泥巴浴不仅能让鹏鹏的皮肤越来越光滑，还能让他的励志越来越晶莹剔透，可见鹏鹏为了维护自己的颜值，那可是没少花心思。忘了个擦了，列老二今天大发慈悲，让小弟打工豹跟自己同桌就餐，这真是100年难得一见。打工豹虽然坐上了桌子，但从他蜷缩着的身躯不难看出，他此时还是非常的紧张，一旦自己操作不规范，很有可能被列老二当场驱逐。打工豹吃了很小心，虽然看不出来具体吃的什么菜系，但是从露出的条纹西装来推断，这俩货多半弄翻了一匹班主任。列老二的气场很足，站在那里就开炫，像螺蛳粉以及小心肝这些好东西多半已经被狗啃了，打工豹只能吃上一些边角料，但是对于3天饿9顿的打工豹来说，能吃上一些边角料已经很不错了。自从打工豹当上了列老二麾下的头号猛将以后，每天不是在上工就是在去上工的路上，有时候想干点私活，还经常被列老二跟踪，刚刚到手的猎物就被列老二抢走。对于列老二的种种做法，打工豹也是敢怒不敢言。最近天气不错，打工豹上工也很卖力，列老二心情也很好，于是今天网开一面，就当给打工豹搞一次团建了。但是就目前的形势来看，这匹班主任多半是打工豹拿下的。列老二在面对会无影脚的班主任时，他是不敢轻易上前掏缸的，稍微一个不注意，班主任一脚能把列老二的狗嘴踢漏风。列老二想要拿下班主任，还得需要团伙作案才行。由于现在看不到班主任的体型，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停留在猜测的阶段。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这俩货同时捡到了这匹凉凉的班主任，于是二话不说，同桌就开炫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这匹班主任在凉之前肯定是热的，凉了以后被这豹一口分而食之。打工豹和列老二一起干饭真的很吃亏，他的吃相很斯文，稍微整快了还差点被噎住。然而列老二就不一样，大吼大吼的炫，吃的慢少一半。看列老二干饭果然能提高不少食欲，吃啥都嘎嘎香，而且列老二饭量还不小，打工豹还没吃多久已经吃饱了，但他还舍不得走，估计在盘算着能不能打面包，把晚饭也一起安排了。忘了个擦了，出大事了，兄弟们！牛妈妈刚刚生下牛小宝，本应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，但牛妈妈现在却高兴不起来，因为他们母子俩遇到大麻烦了。一群柴狗发现了他们，虽然柴狗对牛妈妈造不成影响，但是地上的牛小宝却要遭殃了。柴狗和非洲野狗一样，都是团伙作案，他们的目标非常一致，就是地上的小野牛。牛小宝现在还没来得及站起来，就遭到掠食者无情的攻击，实在是太惨了。柴狗数量众多，他们凭借灵活的走位与牛妈妈进行周旋，然后趁机对地上的小野牛发动攻击，这把牛妈妈也是气够呛，这帮家伙太坏了，他心里非常难受，他很想把这帮家伙狠狠地揍一顿。然而这群狗子身材矮小，走位灵活，
牛妈妈很难靠近他们。她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守护在牛小宝身边，尽可能的对柴狗进行驱逐。如果牛小宝能站起来跟他一起逃跑的话，或许尚有一丝生存的希望。这一幕让摄影师看着也很扎心，毕竟今天是他最后一场拍摄，拍完他就去其他地方再找新工作了。目前在这种局势之下，虽然牛妈妈寸步不离的保护牛小宝，但是柴狗是不会因此而放弃的，因为他们现在非常有优势。就这样耗下去，时不时的上前去啃两口，只要他们保证牛小宝伤得足够严重，那今天这顿小牛肉就吃定了。不得不说，这真是太残暴了。这群狗子就当着牛妈妈的面想要把牛小宝拖走，然而地上的牛小宝除了无尽的哀嚎以外，只能眼巴巴的望着眼前的一切。他很无助，本以为自己来到了花花世界，没想到自己落地就挨打，这他马上哪说理去？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牛小宝现在已经变得奄奄一息了，虽然还没有完全被送走，但是看这个造型估计也快了。牛妈妈发现大势已定，这小家伙应该是救不了了，他也只能忍受着巨大的疼痛，舍弃这个孩子了。没有办法，可怜的牛小宝落地成盒。牛妈妈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孩子，虽然满眼都是不舍，但牛小宝的命运已经注定，他也无力回天。忘了个擦了，小伙子刚回家就差点被送走，他也不知道家里为什么突然多了只大猫，还好他的爸爸妈妈及时拉住了大猫，这才没有出现意外事故，要不然都要准备通知全村开席了。这是发生在国外真实的一幕，刚刚狮子的举动已经让小伙吓尿了，他赶忙走进里屋去换裤子。那么为什么他的家里会有这么一只大猫呢？原来就在2年前，这对夫妇爬山的时候发现一只小猫咪，于是就好心把它带回家收养。可是这小猫咪却越长越大，最终长成了眼前的这头猛兽。这是一头货真价实的狮子，能分分钟拿捏一个两脚兽。由于从小在这里长大，狮子把这两夫妇当作自己的家人，从来没有伤害过他们。夫妇俩的孩子常年在外地工作，很少回家，于是夫妇俩决定还是留下狮子在家里，毕竟是从小带大的。他们每天都会给他投喂新鲜的牛肉，不能让他饿着，万一给他饿急眼了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吃饱的狮子比较好动，有用不完的精力，于是夫妇俩还干起了陪玩的工作。他们会把狮子带到后院，陪他一起玩耍。猛兽终究是猛兽，对这些小皮球貌似一点都不感兴趣，他还是喜欢展现自己凶猛的一面，只有捕猎才是他内心深处想要做的事情。但是这头狮子是被圈养长大的，运动量非常少，它比野生的狮子胖不少，稍微活动2下就喘得不行，妥妥的一只大肥猫。它的日子过得非常好，不愁吃喝，不需要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。这俩夫妇照顾这只大猫，就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。运动完了以后，还要给它做清洁，清理干净以后再带它回家睡觉。这只大猫居然拥有自己独立的房间，房间装饰的也很可爱，有一些布娃娃。女子像哄小孩一样哄他睡觉，但是当他们自己真正的孩子回来的时候，就差点发生了意外。大猫对这个陌生的小伙发起了攻击，小伙第一天回家就差点被送走，现在他已经在收拾行李准备提桶跑路了。忘了个擦了，一群身穿条纹西装的斑马正在迁徙过河。每次迁徙的时候，鳄鱼皮鞋的家门口是他们的必经之路。对于送上门来的自助餐，皮鞋会毫不客气地对他们下手。画面中已经有一只倒霉的班主任被皮鞋给拿捏住了，皮鞋只是咬住了他的后腿，并没有开始对他做高位截肢手术。班主任对着经过的同伴呼救，但是他的同伴都假装没听见，看都不看他一眼。大家都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，甚至有的同伴还露出一副很开心的样子，因为这样自己就可以安全过河了。典型的死道友不死贫道，这把班主任气够呛。这他妈的，前2天喝酒的时候还称兄道弟，今天一个二子的都见死不救。皮鞋抓住了这匹倒霉的班主任以后，果然没有对经过的其他斑马下手。皮鞋的拿手绝活就是高位截肢手术，然后附赠一次水疗服务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，皮鞋也进修了整容手术。现在过来的这只皮鞋就想拿班主任练练手。班主任此时害怕极了，他只想回家找妈妈。皮鞋一口咬住班主任的嘴巴，
但是由于学艺不精，被班主任挣脱了。但是前方又来一只想要安排整形手术的皮鞋，不知道这只皮鞋的手艺怎么样，千万别像同伴那样半罐水出来响叮当。只见皮鞋咬住班主任的嘴巴，就是一套死亡翻滚，这真是一点都不含糊。班主任的下巴直接被拧了2个720度，我擦了，真尼玛残暴！随着皮鞋这一套无解的操作，班主任的脸几乎已经不成样了，也不知道这整容手术算不算成功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班主任已经被送去见他姥姥了。班主任走得很快，基本上断定是大车走了，也走得很安详，没有吃什么苦头，也就是分分钟的事情。皮鞋这个老六做事也很利落，一点都不拖泥带水。不管整形手术做得怎么样，但是答应的赠送1次水疗服务还是要兑现。不得不说，皮鞋的售后服务还是挺靠谱，诚信最重要。忘了个擦了，我远在越南的老表发财了，见过捉黄鳝的，没有见过这么捉黄鳝的。满地的黄鳝无处可逃，只需要把地上的2捆木棍抬走，下面密密麻麻的全是黄鳝。我老表是当地有名的黄鳝达人，1年出头就靠这些黄鳝发家致富。黄鳝在当地能卖很好的价钱，差不多能卖到1斤500克。下面就走进我的越南老表，了解我老表发家的故事。老表的后院是一片很大的池塘，我老表每年都会在里面撒下几10条黄鳝苗，等到时机成熟，老表就会过来清理池塘。每年这个时候就是我老表最忙的时候，也是我老表准备吃香喝辣的时候。你看看，我真的是擦了，老表自己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，居然能生长出这么多黄鳝，看来又是收获的一年。我老表还说了，凡是给他点赞的看官大爷，今年也一定能跟他一样赚他个盆满钵满。随着这捆一捆的木棍被抬开，密密麻麻的黄鳝就映入眼帘。这些黄鳝现在害怕极了，他们只想回家找妈妈。我老表现在是高兴坏了，他居然直接坐在地上抓起了黄鳝。黄鳝钻洞那可是一把好手，真为我老表的局部地区感到担心。我老表喜欢养殖黄鳝，除了能给他带来财富以外，其实最初我老表是因为和黄鳝有相同的爱好。黄鳝喜欢钻洞，我老表也喜欢钻洞，都是各取所需。没想到这好吃又好玩的黄鳝，居然稀里糊涂的让我老表打开了致富的大门。他也不知道当地的村民到底是买去吃还是买去玩。这些黄鳝全部都是自然生长，肥肥糯糯的，肉质和手感一定都很棒。像这样高品质的黄鳝，销量一定不用愁。老鸨自己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，还必须请劳工一起来帮忙抓黄鳝。毕竟养黄鳝的池塘，我老鸨还有好几个，抓到一些体型小一点的，就继续放在其他池塘先养着。体型偏大的就没那么幸运了，很快就会被我老表投入市场，让他们去实现自己的价值。忘了个擦了，丧彪这个老六手持一根套绳，就想跟野猪掰掰手腕。野猪也是个暴脾气，但最终还是中了丧彪这个老六的圈套。野猪的拱嘴被丧彪的套绳牢牢套住，但是丧彪依然不敢轻易上前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根本不是野猪的对手，要拿下野猪只能靠智取。丧彪趁野猪喘息的时候，一把扯过套绳就往树上拴，这下完犊子了。野猪此时害怕极了，他只想回家找妈妈。野猪在一番挣扎过后，已经是筋疲力尽，他可能已经意识到